大哥啊，昨天不是考过了吗？怎么今天还考啊？走我们进来的事，连这都不知道。先前是合计考，眼下是安郡王的遴选考。只要是能考上，我人就能进三法司给小金鱼做事。小金鱼，这名字怎么那么奇怪？啥小金鱼，连安郡王都不知道。我是三法司大小官员都害怕的人。小金鱼，安郡王？什么小金鱼？这话不能乱说。啊！本官念出名字的考生，随我进来。黔州楚氏楚楚，我是楚楚。端平拿稳，小心脚下啊！都利落点儿。景阁老，今日怎么没有见景少卿啊？安郡王点犬子一同监考去了。圣上下旨限期查破秘书郎的案子，算下来，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。安郡王竟还有心思考什么仵作，真沉得住气呀！哼，年少狂妄！哎，韩尚说，慎言呐，安郡王也算是你的上官，不可不敬啊！上什么官呀？这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，自大唐开国以来，就是三司各尽其职，共掌着刑狱之事。可如今圣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专门为他设了个三法司，凌驾于我们三司之上。哎呀，我们三司的官员还要听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差遣，黄口小儿不知轻重。我是楚楚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就姓楚，姓楚名楚，楚楚动人的楚楚，好听还好记。应考仵作楚楚。本场验尸考试有2道考题，诸项检验正确者为合格，能额外提供破案线索者为优秀。最终答卷以本官所做的记录为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你就开始吧。等等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验尸工具。这个是阴阳杵，以硬木为杆，削为一端粗一端细的锥形，两端各裹以棉布，细端是鼻腔，粗端探口烟。阴阳杵。这人既被火烧过，还被水泡过，手臂脖颈隐约有红褐色树枝状纹路，右手指骨有灰白色的骨珍珠，死者皮肉上的黄色脂膏不全是凝固的尸油，这是胡麻油的气味。死者男，年30有余，身高约5尺，尸体肉色焦黑，肢体蜷曲，死于大概半月前。死因呢？他的口鼻里应该就有答案。果然，死者口鼻中有烟灰，证明他是被活活烧死的。真是个好工具。此案性质如何？性质？他是自杀而亡，还是被他人所杀？他没有自杀，也没有人杀他，应该可以说是意外死亡。意外？死者颅骨骨折，脑缝开裂，身上虽然被烧得厉害，但是脖颈经过擦拭之后，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树枝的斑纹，这是被雷劈过的迹象啊。再加上死者身上有灼伤过后被水浸泡过的痕迹，所以他应该是在下雨前打雷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。半月前是盛夏，正是雷雨最多的季节。被雷击中，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？他应该是这么死的。死者应该是手里提着灯笼，走在雨中。哦，对了，他应该还背着胡麻油。然后，在雷击中树木的时候，他的右手
恰好撑在了树干上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，好好说话。我就是模仿一下死者的死亡过程。有点意思。死者不幸被雷劈中，瞬间晕倒在地。刚巧他手中又有火种和易燃的胡麻油，火种引燃了胡麻油，就在他昏迷的时候，活活把他给烧死了。这个人虽然已经烧得很厉害了，但还是摸得出，他的肋骨、手臂、小腿都曾经骨折过，而且不止骨折过1、2次，还都是伤在豁出性命跟人打架时候的易伤部位。如果烧得没有那么厉害，应该还能看到他身上的伤疤。就算脾气再差的人，也不可能3天2头跟人不要命的打架吧？除非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就只知道这些了。大人，我能验下一个了吗？细查。哎呀，景阁老，您有所不知，如今这安郡王拿去作为考题的2具尸体，皆是京中未结之命案，其中有一宗就是这秘书郎严明的案子。严明，死者男，年40有余，肉色黄紫，口鼻、胸前、2肋也有腐变，应是死于半月前。他心口那处锐器贯穿上是他唯一的伤处，也是致命的伤处。锐器的形状应该是尖头，脉杆粗细，起码有3尺长。这尖头脉杆粗细3尺长的凶器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你都能猜出这东西的样子，还推断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可不是我猜出来的，是我验出来的。我学过的呀。仵作之责，乃详实记录其所见、所嗅、所闻、所触。见之、嗅之、闻之、触之为知之，否则为不知。推演决断，非仵作分内之事，非有十足把握，不可妄言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什么？我是说，验出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只能说我验出的。其他的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能瞎说。我还知道一个，我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，而且他知道凶手是谁。废话，怎么着？你还要把他叫起来问问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认识凶手，凶手也认识他。行了行了，到偏厅考验伤去吧。谢谢大人。哟呵，